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3年的12月9号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龙游啊，就浙江省龙游县的龙游石窟。那么这个大家千万别误会啊，听到石窟以为是什么佛像的石窟，像敦煌啊，像龙门啊，不是啊，它这个石窟呢非常特别。被称为世界第9大奇迹，所以要来看一看啊，它非常特别。而且呢，它现在还是一个千古之谜啊，就是谁也不能解释清楚，就这些石窟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好，今天一起去看一看吧。大家注意看这里啊，这里就是一个石窟的入口啊，它的表面有一个棚子给它遮盖住了。如果说仔细看呢，它实际上里面是有水的啊，等于说这个洞呢它是没有开发的，因为它已经完全被这个水给淹没了啊。要开发它得把水全部抽干。目前来讲，这个石窟开发的已经有5个啊，1、2、3、4、5个洞窟是可以参观的啊。一会儿咱们进去以后再看看它到底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我身后就是洞窟入口了啊，里面说话肯定回音比较重啊。先大概其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历史。那么这个地方呢存在很长时间了啊，在春秋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小国在这里建都啊。那么近代怎么发现的啊？在1950年左右的时候啊，5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发了一场大洪水，当地的村民呢，为了躲避洪水呢，就跑到这个山上来住。那么在山上来住呢，就看见了这好多大大小小的水坑啊。那么叫水坑也好，叫水潭也好啊。那么当时这个水潭呢，就作为他们的唯一的一个饮用水来源嘛，因为在山顶上。一直到就这么相安无事的生活了40年啊，一直到1992年的时候，那么当地的村民有4个胆大的啊，就决心看一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啊，就筹资筹了上万块钱啊，上万啊，不是3万啊，然后买了这个抽水设备，就把其中的一个洞窟给抽干了，这样才发现了这里啊，发现了这个现在称为第9大世界奇迹的一个地方啊，不要小看它哟，它还有很多谜题，一直到现在都解释不清楚的。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这里就是1号窟啊，现在开放的是1、2、3、4、5个窟。它这个窟并不说是为了这个佛像啊，跟佛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哇，你看没有，在这地方以前是开的，就被水淹的啊，这抽干了以后是这样。你能想象它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去过伊斯坦布尔也有这样的地下宫殿，当时其实是那种地下的这种蓄水池也好啊，或者说是地下管道也好，但是这个不是用来做蓄水池，也不是用来做地下管道的。你看它这个有非常齐整的这种凿的痕迹啊，一看就是人工的痕迹，而且凿得非常的齐整。你看你不是说乱凿一通啊，非常齐整。那现在它也是有水的，就是湿气很重啊。它这个规模还真是挺大啊。在1号洞窟的入口处亮灯的这一块地方，就是最有名的马鸟鱼的这个一个岩画啊，也是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岩画啊。那么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图腾最上面的是马，中间那个是一个像类似于始祖鸟那样的一个鸟的一个样子，然后下面是一条鱼啊。所以它这是陆地、天空还有水中啊3种空间的这个动物的形象。拉近一点看看，
那么考古人员曾对这里进行了勘察啊，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文物啊，只有一个石像，而且是无头的啊，而且那个石像的材质跟这边的石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它那个石像是不踩于这儿的啊，究竟什么原因放在这里，也没有人知道啊。你看这个，尤其这个柱子也很神奇啊，这个柱子呢，这个考古人管它叫鱼尾柱，鱼尾柱，它是跟这个洞窟啊是浑然天成的，浑然天成啊，非常的从现在的这个力学角度来看，它也是非常棒的一种设计啊，就是支撑牢固稳固啊，所以说这数千年来它都这么非常稳固的支撑着这个洞窟啊。那么这么大的窟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有很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没有一个解释是通的啊，以至于后来说可能是外星人干的，因为实在解释不清楚了啊。但是外星人这个东西是很难，也是一个玄学了，也说不清楚啊。好，现在看到就是最大的2号窟啊，2号窟。那么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这个龙游石窟呢，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纪录片啊，央视都拍过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奇迹，也是世界的一个奇迹啊！你看，这是2号窟，面积最大的，有1100平米。你看这个也是，那这些大小不同的鱼尾柱啊。你看它的上面这些凿痕啊，很明显的一种人为的痕迹啊。你看这个还有这个曲线啊，曲线，包括这边的墙壁啊，也是。所以绝对不是任性而为啊！这个可能就当年最开始的这个口子啊，这是积满了积水的那么曾经有专家说这地方是用来屯兵的啊，但是屯兵的话，它有一个最不合理的地方，就在于这么多士兵如何方便的进出这里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没法解答的问题啊，总不能坐电梯上去吧？啊，就算坐电梯的话，电梯坐上去它这个速度也特别慢，跟这个兵贵神速的这个初衷也是相违背的啊。这是一种假设被否定的啊，一种假设，说屯兵说。那么还有的专家说这是用来一个仓库啊，是保管国家的这个财富的啊。非要说不通，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潮湿啊，非常潮湿。你像一些什么，你要放一些布匹啊，放一些东西啊，非常容易的腐烂啊，所以这个也是说不通的啊，也是很说不通的。好，这里应该就是发现的唯一的一个文物啊，一个文物遗存，就这个东西，是个无头的象啊。它的胸前是一个方形的一个饰品，头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一个唯一发现的一个文物，就在这里。刚才我们在1号窟看到的那个是现代的人仿制的，那么在2号窟这个呢，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过去留下来的这个鱼尾柱啊，它是跟这个整个窟的窟顶浑然一体，自然而形成的。非常的合理，它在这个位置非常合理啊，支撑作用，结构力学的稳固作用，都是相当高的水平啊，难以想象那个年代它是怎么来计算出来的啊，能够在这里立个柱子啊，包括那边对面啊也是有的啊，你看这边还有1、2、3根这个大的这个鱼尾柱。了不起，就真的很难解释他们是怎么做的。你包括这个凿痕这么整齐划一啊，那么多人，如果真的是人做的话，那么多的工人，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个整齐划一的？而且用了什么工具啊？那个年代铁还是稀罕物质啊，这个怎么做到的啊？用了什么工具？难以想象。
这根柱子立在这里还真是挺壮观的，天柱，有光线从上面洒下来。现在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亮，是因为它是人工照明了。那么在过去没有电灯的时候，靠火把行吗？恐怕也不行啊，因为它氧气不够啊，火把会把氧气吸光啊，所以人也没法待，所以也解释不通啊，怎么照明？完全靠这个洞口照明是不够的。好，过来就是3号窟了啊，它每个窟都连着的啊。还有一种假说呢，说是皇宫说啊，就是宫殿，但是也解释不清楚，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宫殿的装饰出土，没有任何的文物能够说明这是皇家在使用，而且它空间和空间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啊。比如说这么大个窟，你不可能都是卧室吧，你也不可能都是朝堂吧，对吧？应该有空间的这个分隔开来，没有，都没有，所以也无法解释，所以这个解释也站不住脚啊。所以这3种解释都站不住脚啊。那它现在还是有些保护了，对吧？用钢柱来保护它，那么这都是原来留下的鱼尾柱。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每一个窟和每一个窟之间隔的距离非常的小，有的甚至只有50公分，你可以想象吗？而且这是地下空间，它是如何做到不相互之间能够凿穿的呢？它过去相互之间是不通的，是分开的，所以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啊，因为在地下能够定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吧？到现在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过去能够定得这么精准，相互之间不通，说他们怎么做到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难以解释的一个地方啊。你看这里的棚子，所以说当年村民没有这些棚子的时候，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大水潭啊，深不见底的大水潭，只有把水抽干了以后，它露出来它里面是什么样子啊。所以有时候好奇心也很重要，对不对？你没有好奇心也不行。这里就应该是4号窟了。那么这里的学说也很多啊，一共有9大学说，但没有一个学说能够自圆其说的。比较流行的还有一个什么墓穴说啊，说这是一个古墓啊，也说不通，对吧？因为它会被水淹。然后还有什么采石场一说啊，采石场一说可能最流行啊，似乎最合理。但是采石场呢，这入口也太小了，这么大的石头怎么能够从这里运上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算你是采石场，你能运上去，你有必要修得这么规整吗？是不是没有必要修得这么规整，对吧？你完全可以随便凿一下就行了嘛，有必要搞得这么，你看像这样，这个纹路这么整齐嘛，是吧？所以这个也说不通。至于说其他的，还有什么道家的仙洞说呀，还有什么治水说呀，这都说不通啊。那么感兴趣大家可以看看纪录片啊。你看这些规模啊，真是很大呀！从那边下来，当然这些应该是后人做的了，因为这应该不是以前的东西。但是这个顶，那肯定是以前留下来的。这里就是开放参观的最后一窟，第5窟了。你看这个柱子有点脆弱呀，给保护起来了。也是叹为观止的地方，真的叹为观止。虽然说，你
看不到什么文物啊，也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但是会惊叹于我们古人到底做了什么在这里，然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发现的这个一块自然的遗留下来的一个石头如果是采石场之说呢，那么这个石头有500斤重在过去没有这种台阶的时候，怎么把它弄出去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算不困难，那有什么必要采石场工人要把它凿得这么齐整这么有设计感，而且还符合这个工程力学、结构力学。这就游览完毕了那么到这个地方来你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这个它的相应的一些假说要不然的话你纯粹就是看一看这个窟的话就很快，可能你要不了这个半个小时你就看完了，所以你要最好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再来看，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可以感受到先人的智慧，以及我们现在还无从解答的一些问题到底在哪。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